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花开锦绣，丁禹兮、邓恩熙逃亡路上，古装工业糖精终结，观众只想要人味儿。以前追古偶图个乐，现在看剧想看点人味儿。这剧在花开锦绣预告片评论区被顶上热门的留言，像一记闷棍，敲在了这些年靠工业糖精过活的古装剧脑门上。丁禹兮和邓恩熙的这部新剧还没开播，光是私盐贩子家落难千金被迫假扮夫妻，从华阴一路逃亡到西安的古装公路片设定，就已经让预约量破了100万。这年头，王爷公主在王府里撒糖的戏码，观众早看腻了。突然冒出来一部剧，主角开局就在泥潭里打滚，表哥表姐联手诬陷私通，家族直接灌毒药灭口。男主角表面是底层摸爬滚打的私盐贩子赵九爷，实则是蒙冤的将门之后。2个被时代踢出局的倒霉蛋，在饥荒、流民、追兵的围追堵截中互相缝补伤口。这种一边逃命一边求生存的狠劲儿，跟那些在滤镜拉满的真空世界里谈恋爱的古偶，简直不是一个物种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到底是花开锦绣一家独辟蹊径，还是标志着流行已久的古装剧糖精时代真的迎来了转折点？观众的口味到底变了多少？从好甜到好假爆款古偶评论区的情绪迁徙图。曾几何时，古偶剧的评论区是甜度的竞技场，极致的人设是标配，要么是身份尊贵、武功高强的霸道王爷，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界上神，女主角则清一色天真善良，靠着主角光环逢凶化吉。剧情更是高浓度撒糖流水线，从欢喜冤家到误会频发，再到解除误会后的甜蜜相恋，最后携手克服困难终成眷属。那会儿观众的主流反馈关键词是甜、上头、治愈，信奉的是颜值及正义。但这2年画风突变，看看2025年暑期档那几部铺得悄无声息的古偶就知道了。锦月如歌顶着女将军逆袭的旗号，结果女主在军营里蹦蹦跳跳像春游少女，感情线发展全靠人工糖精硬灌，骑马贴碑、面具接吻、悬崖搂腰，3集塞满8个套路镜头。定风波标榜古装探案，6集连一个案子都没破完，破案全靠男主嘴皮一动，凶手自动认罪。观众的评价关键词从好甜急转直下，变成了工业糖精、假、悬浮、没逻辑。有网友甚至发明了投毒式古偶这个词，形容那些为了甜和爽，连基本常识、底线和价值观都可以统统丢掉的作品。这种变化表面看是对千篇一律套路的审美疲劳，骨子里却是观众对作品真实感与人味儿的渴求被彻底点燃了。大家不再愿意被简单的情感快感投喂，开始要求情感的有逻辑，人性的有层次，故事的有骨头。花开锦绣的反差吸引力恰恰就戳在了这个痛点上。它提供的不是什么完美幻梦，而是在乱世框架下关于挣扎、求生、人性抉择的生存真实感。当别的剧还在王府里绣花时，他直接把主角扔到了荒山野岭，让他们在死人堆里思考是先保命还是先动情。这种带着伤痕和泥泞的叙事反而显得清新。时代情绪下的观剧心理为何生存叙事开始共鸣？为什么观众突然不爱吃糖，反而对土和苦的故事上心了？这背后恐怕不只是影视审美的轮回，更是时代情绪的投射。当下的社会情绪，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曹书乐的话说，是极度流动和不确定的。在现实生活中 ，crush 文化盛行，搭子社交取代深度的亲密关系，爱情往往伴随着权衡利弊。当爱在现实中被解构的体无完肤，观众对浪漫剧的消费
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对理想情感关系的想象性补偿，但补偿的方式变了。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、个体不确定性增强的普遍氛围里，大众或许不再仅仅满足于逃避式的完美幻梦，那种一帆风顺、全靠运气和主角光环的撒糖叙事，反而显得轻浮和虚假。相反，那些关于挣扎、求生、逆境破局的故事，成了某种情感宣泄的出口。观众在其中看到的，可能是对自身生存焦虑的映照，以及一种克服困境的心理代偿。古装剧的架空背景，恰恰为安全地探讨这些现实困境、人性考验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容器。花开锦绣里，傅庭云被至亲陷害，家族抛弃；赵灵身负冤屈，隐姓埋名。他们在乱世中的逃亡与求生，演绎的或许正是现代人内心的秩序渴望与对不公的反抗。观众期待看到的爱情或成长，正在从搭建在云端的情感乌托邦，转向在泥泞中相互扶持，在危机中迸发人性光辉的困境试炼场。这不是不爱看感情戏了，而是对感情的真与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那种在死人堆里捡回来的信任，或许比坐在王府里喝100杯茶谈出来的恋爱更戳心窝子。走向撒土的陷阱，苦难叙事的尺度与平衡之道。不过，矫枉过正永远是创新路上最容易踩的坑。唐经退去，最怕的是什么？是土渣袭来。如果片面理解真实感就是单纯的虐和苦，开始堆砌苦难情节，陷入为惨而惨的撒土模式，那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敷衍观众。就像某些剧，为了突出底层设定，让主角家住的宽敞整洁，脸上妆容完好，却硬要贴上家境困难的标签。这种悬浮的假苦，比假甜更让人出戏。苦难叙事的合理尺度在哪？关键在于区分真实感和悲惨度。真实感包含人性的复杂、处境的艰难、逻辑的严密，但也应该包括人在逆境中展现的智慧、勇气，以及那点微光与希望。观众要的是生存的质感，而不是生存的酷刑。毕竟，观剧的解压需求依然存在。过于沉重、绝望的叙事，可能会劝退那些本就疲惫、寻求情感慰藉的观众。真正的平衡之道，或许在于苦难中见人性温暖，绝境中显生命韧性。就像花开锦绣的设定，两人是在逃亡路上互相缝补伤口，而不是单方面的拯救与被拯救。注重人物成长的弧光与行为逻辑，让情感基于扎实的情境自然发生，提供有价值的思考，而非单纯的感官压抑。这才是生存叙事该有的样子。古装剧的创新也不应只是从撒糖切换到撒土，题材可以更开阔，不止宫斗宅斗、仙侠虐恋、历史传奇、市井生存、行业风云、女性互助，都是待开垦的沃土。价值观可以更深化，关注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命运，探讨尊严、自由、责任等更具普适性的命题。叙事的质感更需要提升，时代氛围、生活细节、人物逻辑，这些才是让故事立住的根基。古装剧的镜见是逃避的窗口，还是映照现实的棱镜？从花开锦绣引发的期待来看，观众审美的这场变迁，本质上是对文艺作品思想性与共鸣感要求的集体提升。古装剧的唐经时代或许正在褪色，但这绝不意味着简单的风格切换。终结的不是甜宠这种类型，而是那种敷衍的、悬浮的、把观众当傻子的创作态度。开启的应该是一个更多元、更扎实、与人心真实脉搏更同频的新阶段。坦白局，你现在看古装剧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还是为了看清现实？或许最好的作品能够两者兼顾，它既能提供一个抽离的时空，让我们暂避风雨，
又能通过那个时空的故事棱镜，给予我们关照与理解自身现实的勇气与智慧。当王爷公主们走下了神坛，开始在泥泞中跋涉，古装剧这面古老的镜子，照见的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焦虑与渴望。等花开锦绣开播了，咱们倒要看看这赵九爷和傅庭云能不能真的在那条逃亡路上，给自己也给古装剧挣出一条新的活路来。